他越冷，你越想证明自己。他态度冷，你反而更主动。他情绪淡，你开始加倍付出。他不回应，你越想靠近。他开始保持距离，你却更想让他看到你的好。表面上像是在挽回关系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你的内在系统在确认自己是值得被爱的。他越冷，你越不甘心，这并不是因为你多爱他，而是你的内在系统被触发了。你在害怕自己是不是不够好，自己是不是被否定了，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。你越想靠近他，也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重要，而是你想从他那里重新获得一种价值感，被肯定的感觉。所以你越痛苦，越想证明自己。你看似在追一个人，但其实你是在修复自己的价值系统。你想确认我是不是还值得被爱。当他稍微冷一点，你的系统会自动解读为关系不稳了，那我的价值也快不稳了。于是你的系统会立刻激活自我修复的冲动。越被忽视，就越想从他身上重新证明我还是好的，我还是值得被爱的。还有过度补偿行为，你会开始变得更主动，更体贴，更乖巧，甚至带着讨好性质的付出。他越冷，你越想靠近，但靠近不是为了亲密，而是为了让自己的价值感回到稳定。冷漠对这类结构的人来说，不是结束，反而会成为一种强烈的心理刺激。它会唤起你旧有的依恋程序，让你不由自主地想再靠近，再证明，再修复，好让自己的价值感重新回到稳定状态。这种结构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你的价值不是来自你自己，而是来自别人对你的态度。所以他越温暖，你越觉得自己值得；他越冷淡，你的价值就越动摇；他越疏离，你就越想证明我值得被爱。你追的不是人，你追的是价值被确认的那一刻。这就是为什么越得不到，你就越想继续，因为你期待只要他态度变好了，你的价值就能恢复正常。这类结构几乎都来自一种童年模式，只有表现好才能被肯定，只有乖才值得被喜欢，被冷落时会拼命表现好来换回爱。如果小时候是在一个情绪不稳定、反应不可预测的环境里长大，那么孩子会学会冷漠是威胁，温暖才是奖励。当得不到温暖时，孩子不会认为是大人的问题，而会自动认为一定是我不够好，所以我要更努力。于是你学会了更乖，更懂事，更用力表现，更努力满足别人，用做到最好来换取不被丢下。这套程序一路跟着你到成年。长大后，当一个人变冷，你不会离开，你会更努力，更靠近。不是因为爱，而是因为你的系统仍然把冷漠读成威胁，把靠近当成获得安全与价值的方式。